欢迎来到中文学习频道 Mandarin Go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西游记》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。我会用简单的词汇带你遨游中国小说的世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《西游记》第3回：四海千山皆拱伏，九幽十类尽除名。第一段：孙悟空找武器。孙悟空打败了混世魔王，带着一把大刀风光地回到花果山。他非常高兴，天天都在练武。他还教小猴子们怎么打仗。他们用竹子做旗子，用木头做刀，还自己削长棍，做标枪，假装成士兵，一起练习怎么进攻，怎么防守。有的猴子学习吹哨，有的当守卫，还学怎么搭帐篷，怎么排队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这样过了好些日子。有一天，孙悟空坐在石头上休息，忽然想到，我们这样天天操兵练武，会不会真的被别人当成是要造反？如果人间的国王知道了，派军队来打我们怎么办？或者有些鸟王、兽王以为我们要抢地盘，也会带兵来攻打我们。到时候，大家手里拿的全是竹竿木刀，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。我们还是需要找些真的兵器才行。这话一说完，小猴子们全都停下来，表情很害怕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连话都不敢说。他们觉得大王说的对，可是也不知道去哪里才能找到真的兵器。正当大家愁眉苦脸的时候，突然走来4只老猴子，其中2个是赤屁股的马猴，另外2个是会爬树、通背的猿猴。这4只老猴子走到前面说：“大王，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真的兵器。”孙悟空一听，眼睛亮起来：“哪里可以找？”4老猴说：“我们这座山往东走，有200里远，有个地方叫傲来国。那里是一个大王城，人很多，商人很多，也有铁匠。他们一定有做兵器的地方。大王可以去那里，不管是买几把刀，还是请人做些兵器，都可以带回来给我们练习。这样我们就能保护花果山，也不怕敌人来打了。”孙悟空一听，开心地跳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说得好！你们先留在这里练习，不要乱跑，我马上去就回来。”他说完，就立刻跳上筋斗云，一眨眼就飞到了傲来国的城边。他站在天上看下面，看到那里有高高的城墙，热闹的街道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他心里想，这里一定有很多现成的兵器，我去买太慢了，不如用法术来找比较快。说着，他念了一段咒语，然后对着地面吸了一口气，再用力一吹。立刻一阵强风吹起来，沙子飞舞，石头乱滚，天空变黑了，地面摇晃得像地震一样。海里的鱼虾吓得乱跳，山里的老虎狼都跑出来。整个城市的人都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来，连国王也跑回宫殿里躲起来。这时候，悟空慢慢地降下云头，悄悄地飞进王宫的兵器库。他打开武库的大门，眼前一亮，里面摆满了各种武器，大刀、长剑、钢枪、斧头、铁锤、弓箭、长矛、叉子，什么都有，看得他眼花缭乱。悟空开心地说：“这么多兵器，我怎么搬得完？对了，用我的分身法。”他拔下一根毛发，放进嘴里嚼一嚼，然后对着空中一吹，再念一个咒语，大叫一声变，只见那根毛一下变出几百几千只小猴子，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。这些分身小猴子一下子跑进武库，开始搬兵器。有的力气大，一次拿5、6件；有的力气小，一次搬2、3件。不一会儿，就把整个兵器库搬得空空的，连一把小刀都没留下。悟空得意地笑了，把大家都叫回来，
一起跳上筋斗云，吹起大风，飞回了花果山。第二段，妖王来拜山，悟空下海找神兵。悟空带着小猴子们和满满的兵器回到花果山。这一天，天刚亮，山门外的猴子们正在开心的玩耍，忽然听到天上有风声呼呼响起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大群猴子和闪闪发亮的兵器从云端飞下来，有的背着剑，有的提着刀，吓得小猴子们尖叫乱跑，躲进山洞、树丛里不敢出来。没过多久，悟空降落在地，收起云雾，站在山前高声喊道：“小的们，快出来！是我回来啦！”大家听到是大王的声音，一个个跑出来跪下来，开心的大喊：“大王回来啦！”悟空笑着说：“这些兵器都是我从傲来国的兵器库带回来的，大家快来领一把。”小猴子们听完，高兴地跳起来。他们一拥而上，有的抢剑，有的抢枪，有的扯弓，有的拉弩，还有人抢大斧头、长鞭子，整座山头吆喝声、欢笑声响成一片。他们拿着兵器，你砍我挡，你刺我闪，玩了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隔天一早，悟空又把大家集合起来。他点了点人数，竟然有47000多只猴子。这么一大群猴子，每天在山上操兵练武，声势越来越大。这下，花果山附近的怪兽们都注意到了。那些怪兽不是普通的动物，有的会变身，有的会说话，都是有本事的妖王。他们住在附近的72座山洞里，各有自己的地盘。这些妖王一听说花果山出了个美猴王，手下还有几万小猴兵，每天打鼓操兵，看起来很厉害，纷纷前来拜山。他们带着礼物，有人送鼓，有的送旗子，有的送盔甲，还有人主动说要一起练兵。大家伺机来报道，有的负责粮食，有的负责打仗，一下子整个花果山就像变成了一座铁桶一样，安全又强大。悟空坐在山顶，看着大家天天练兵，很得意。他开心地说：“现在大家都会用兵器，弓箭也射得准，刀剑也挥得快，可是我这把大刀还是太普通，不够厉害啊。”这时，之前那4只老猴子又走上来说：“大王，您是仙人，怎么可以用凡人的兵器？这把刀不适合您。”悟空问：“那怎么办？你们有什么好主意？”老猴说：“我们山下的铁板桥下面有条小河，那条河连通东海，海里住着东海龙王，他们是天界的神族，宝物一定很多。如果大王您能下海去，找龙王借一件宝贝兵器，那才是最合您身份的神兵。”悟空一听，眼睛又亮起来了。他拍拍胸口说：“我有72变，还会腾云驾雾，水火也伤不了我。你们就等着看，我去就回。”说完，他走到桥边，念了几句咒语，做了一个避水法，整个人一下子就钻进水里，水分开了，像开门一样让他通过。他一步一步往东海的方向走去，脚下是清澈的海水，鱼虾在旁边游来游去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出现一个长得像鬼的海中守卫，是个巡海的夜叉。他大声问：“前面推水而来的是谁？说清楚，我好通报。”悟空说：“我是花果山的孙悟空，是你们龙王的邻居，怎么不认识我？”那夜叉一听，赶快转身跑回去，冲进水晶宫大喊：“大王！外面来了一位天生的圣人，名叫孙悟空，他说是咱们的邻居，就快要到了。”第3段，如意金箍棒现身，龙王送宝披挂。东海龙王敖广听到夜叉的报告，连忙穿好衣服，叫上儿子、孙子、虾兵蟹将，一起出门迎接。他们在宫门口见到孙悟空，连忙鞠躬说：“上仙快请进，
快请进。”悟空也笑着说：“那就打扰啦。”进到水晶宫里，龙王请他坐上贵宾的位子，又送上香茶和水果，还问他上仙是什么时候成仙的，学的是什么法术啊？悟空大方地说：“我从小修炼，学了很多本事，现在已经有不老不死的身体，会72变，会飞天，也会潜水。这次来找你，是因为我想教我的猴子兵怎么保护山洞，可是我手上的兵器不够好。听说你这里有很多宝贝，就来借一件用用。”龙王听完，虽然心里有点紧张，但还是笑着说：“没问题。来人啊，快把我珍藏的兵器拿来一件给上仙看看。”不久，一个贵鱼兜司扛来一把大刀，双手捧给悟空。悟空拿起来挥了2下，摇摇头说：“这把太轻了，不顺手。”龙王只好再叫人拿来一把九股叉，悟空拿起来试了试，又说还是太轻。龙王有点冒汗，只好再拿出一把更重的化杆方天戟，这把有7000多斤重，已经是水晶宫里最重的兵器了。但悟空拿起来甩一甩，还是说不行，还是太轻。龙王听了，心都凉了一半，说：“这已经是我们宫里最重的武器了，再重的就没有啦。”就在这时，龙婆和龙女出来说话了：“大王，那根老早就沉在海底发光的神铁，不就是该出现的宝贝吗？说不定就是等着送给这位圣人呢。”龙王一听也觉得有道理，对悟空说：“我们海底有一根大铁柱，本来是以前治水用的，太重太大了，我们谁也搬不动。你要不要去看看？”悟空说：“好啊，带我去看看吧。”龙王亲自带悟空来到海底宝藏库，远远就看到一道金光从角落里发出来，照得整个海底都亮晶晶的。龙王指着说：“那就是那根神铁了。”悟空走过去，一看果然是个大家伙，黑色的铁柱上有2个金箍，粗得像水桶，长得像2层楼。他双手一抓，轻轻一提，竟然能提起来。他笑着说：“不错，不过太粗太长了，要是小一点就更好。”这话一说完，神铁真的变短变细了几分。悟空再说：“再细一点。”铁柱又变得更小了。他高兴极了，仔细一看，那铁柱上写着“如意金箍棒，重13500斤”。他心里想：这宝贝真的好听话，也太合我心意了吧。悟空一边走一边念咒，还边晃着铁棒，又说：“再小一点就更方便了。”这时，铁棒又变得只有碗口粗细，长约2丈，刚刚好。他带着宝棒回到水晶宫，坐在大殿上，笑着对龙王说：“多谢啦，这宝贝我收下了。”龙王只好陪笑说：“不敢不敢，上仙喜欢就好。”悟空又说：“不过现在我有了宝棒，却没穿什么像样的衣服。你们这里有没有披挂铠甲什么的？送我一套吧。”龙王脸一红，小声说：“这我们宫里真的没有。”悟空听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一刻不犯二主。你如果不给我披挂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”龙王急得跳起来：“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我看看我弟弟们有没有，让他们送一副来。”龙王急得满头大汗，连忙派人去敲鼓打钟。东海有一口金钟，一面大鼓，只要一敲，其他3海的龙王马上就会知道有紧急事情。没一会儿，南海龙王敖清、西海龙王敖润、北海龙王敖顺都飞来了。他们在水晶宫门口碰头，纷纷问：“大哥，有什么大事，这么紧张？”敖广一脸无奈地说：“哎，花果山那个孙悟空跑来借兵器，我给他叉子、戟，他嫌太轻，最后把我们海底那根神铁带走了。现在还坐在我宫殿里不走，说没披挂不肯出门，怎么办？”
西海龙王听了叹气说：“这猴子不好惹，别跟他打，还是凑一副披挂给他吧。”北海龙王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双藕丝做的步云鞋，让他穿着能走在云上。”西海龙王说：“我带来一副锁子黄金甲，很轻但防御力强。”南海龙王也说：“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，戴起来威风得很。”于是四海龙王一同进殿，把这3件宝物恭恭敬敬地送给悟空。悟空穿上披挂，金光闪闪，帅气极了。他提着如意金箍棒，在水晶宫里转了几圈，兴奋地大喊：“太棒了！太棒了！”一边笑，一边舞动宝棒，所有虾兵蟹将都吓得缩进壳里，龙王们也满脸苦笑。悟空收起宝棒，大声说：“多谢你们送我这么多好东西，我走啦。”他使出神通，分开海水，回到花果山。4个老猴子早就带着一群猴子在桥边等着。忽然看见悟空从水里跳出来，身上不但一点水都没沾，还全身金光闪闪。猴子们全都跪下大喊：“大王回来啦！好华丽呀！”悟空满面笑容，走进山洞，坐上宝座。他把金箍棒一插，棒子立得直直的，像一根大柱子。猴子们围上来想摸一摸这根宝棒，没想到怎么推都推不动。有人试着抬起来，结果动都动不了。大家惊讶地说：“天啊！这么重的宝贝，大王你怎么拿回来的？”悟空笑着说：“这宝棒本来是东海里的定海神铁，谁也搬不动，是我亲自去请他出来的。他一开始又粗又长，我说太大，它就变小；我说太粗，它就变细；我说要刚刚好，它就变成现在这样。你们看好了，我再变给你们看。”说完，他拿起宝棒，在手上晃一晃，喊道：“小，小，小！”棒子立刻变成一根绣花针那么细，悟空把它轻轻一塞，就放进耳朵里去了。猴子们全都看傻眼，尖叫：“哇！大王，再变一次给我们看吗？”悟空笑着把针从耳朵拿出来，放在手掌上，大叫：“大，大，大！”宝棒又变得粗又长，像原来那样。他越玩越开心，跳上铁板桥，大喊：“变大！”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巨人，头顶天，脚踏地，眼睛像雷电，嘴巴像血盆，手里的金箍棒从天上打到地底。附近所有的妖王、怪兽看见这神通，吓得全都跪在地上磕头，喊：“大王神威，我们佩服！”悟空笑着收起神通，把宝棒又缩小，塞回耳朵。从此以后，所有妖王都来拜见他，花果山变得比以前还热闹。悟空也开始正式组军，打鼓升旗，设宴喝酒，每天和猴子们一起演练兵法。他把那4只老猴封为大将，马猴当马元帅和刘元帅，猿猴当奔将军和八将军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把山洞管得有条有理。悟空终于放心了，开始天天驾云出门旅游。他到处交朋友，比武，玩神通，还结拜了6个兄弟：牛魔王、蛟魔王、鹏魔王、狮驼王、猕猴王和龙王。他们7个人常常喝酒、比武、唱歌、跳舞，天天开心得不得了。悟空觉得天大地大，哪里都能去，什么都能玩，简直快乐到飞起来。第4段，大闹地府，玉帝要招安。有一天，悟空在洞里开完大酒会，喝得开心极了。他靠在铁板桥边的大树下，躺在凉凉的松树荫里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这一睡可不得了，忽然梦见2个黑衣人走过来，手上拿着一张写着孙悟空名字的纸，说：“你阳寿已尽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悟空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瞪大眼说：“我已经成仙了，不在你们阴间管辖，怎么还敢来抓我？”
那2个黑衣人不管3721，拿出绳子要捆他。悟空火大了，从耳朵里掏出如意金箍棒，一摇变大，举手一棒就把他们打成肉酱。然后他解开绳索，气呼呼地吼了一声：“走！我倒要看看你们地府是谁在管！”说完，他一棒打开阴阳之门，直接冲进地府。一路上，鬼兵鬼将全被打得魂飞魄散，牛头马面也都吓得四处逃跑，没人敢靠近。他冲到地府的大殿森罗殿，只见里面坐着10个冥王。悟空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是孙悟空，你们凭什么派人来抓我？”10王一看到他进来，个个脸色发白，连忙道歉，上仙息怒：“可能是我们手下抓错人了。”悟空一听更生气，胡说！差人怎么会差错？快把生死簿拿出来，我自己看看。判官不敢违抗，马上把厚厚一叠簿子捧上来。悟空一页一页翻，看了蛇、鸟、虫、鱼、兽、鬼、人，最后终于在猴鼠之类那一页找到孙悟空3个字，后面还写着天生石猴，寿342岁，善终。他一看气炸了，哼，原来真的写了我名字，这怎么能行？他拿起笔，一口气把自己名字勾掉，还把所有猴子猴孙的名字也全划掉，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花果山的猴子都不归你们地府管啦。”10王想拦也不敢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悟空捣乱。悟空把生死簿一扔，大吼一声：“结束！”不玩了，他又一棒打爆殿门，一路冲出去。地府的鬼族早就吓得躲到墙角，10王也只能跪下向地藏王菩萨求救，准备写表文向天庭报告。这时，悟空从地府出来，忽然一个不小心被草绊倒，整个人翻了一个跟斗，才惊觉：“诶，这不是梦吗？”他揉揉眼睛醒来，只见4个健将和小猴子们围在旁边大喊：“大王，你喝太多了，一直睡，都睡到天亮了。”悟空一拍脑袋：“哎呀，我刚才梦到有人来勾我，还把我抓去幽冥界。结果我冲进森罗殿，把我的名字和你们的名字全都从生死簿里划掉了。哈哈哈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会死啦！”众猴听了，全都跪下感谢悟空。他们又唱又跳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不久后，6个义兄弟也来拜访，一听到悟空帮大家消冥了，更是欢天喜地，天天来喝酒唱歌，花果山变得比以前还快乐。不过这边热闹，那边却麻烦大了。东海龙王早就把悟空抢兵器、抢披挂的事写成奏章，送上天庭告状。没几天，地府的10王也写了报告，说悟空大闹地府，打坏阴阳秩序。玉皇大帝一看，非常生气，这猴子太嚣张了，居然敢乱天庭和地府的规矩，谁能去收服他？这时，太白金星出列说：“陛下，其实这猴子不是普通妖怪，他天生天养，有仙根，也修了正道。不如先别动武，给他一个官做。如果他愿意为天庭办事，以后还能升官；如果他不听，再派兵去收也不迟。这样可以少打仗，也算是渡他成仙。”玉帝一听，觉得这提议不错，就命太白金星拿着圣旨下凡招安。太白金星很快来到花果山，小猴子们一见到一位白胡子老人拿着诏书，赶紧进去报告：“大王，有位天使来请您上天，说玉帝要见您呢。”悟空一听，高兴地跳起来：“太好了，我这几天正想去看看天上的样子。”他马上穿好衣服，出动迎接太白金星，笑着说：“辛苦辛苦，正好我也想见见玉皇大帝。”太白金星说：“既然大王愿意，那我们快走吧，别让天上久等。”悟空转头对4健将说：“
你们好好带着弟兄练兵，我上天看看情况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带你们一起上去住。”说完，他和太白金星一起腾云驾雾，飞向天庭，准备做个神仙啦。到底孙悟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回再说吧。今天的《西游记》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你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我们，还能让我们更有动力，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